我注意到，一个人如果想在短时间内摆脱焦虑、恐惧、担忧这些负面情绪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做具体的事情，而且得是正事。所谓正事，就是那些能让人全心投入、带来积极回馈的事情，比如读书、考证、健身、赚钱，都属于这一类。总之，当你发现自己又开始胡思乱想时，就找点具体的事做。以我自己为例，写作就是一件很好的正事，不管当天心情有多糟，只要坐下来敲键盘，内心很快就会平静。如果从人生的角度看，想变得自信，充满正能量，最好让自己佩服自己。只要你能对自己感到佩服，这股力量就能支持你做成很多事，轻松战胜各种负面情绪。从事原创工作的人，往往成就感最强，最容易对自己感到满意。比如我在写作上开创了一个小流派，虽然影响不大，但独一无二，还能每天更新，所以我很佩服自己。这时体内就会涌现一股能量，源源不断地给我希望、力量和信心。每当负面情绪冒头，每当我对未来感到不安，甚至对身体健康担忧时，这股能量总能帮我化解。那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，也没做过开创性的事情，怎么才能培养出佩服自己的感觉呢？我建议可以从控制饮食和体重开始。调查发现，低收入人群更容易暴饮暴食，因为对穷人来说，食欲是最容易满足的享受。早上吃包子、油条、粥，中午吃米饭炒菜，晚上跟朋友吃火锅或烧烤，再喝几瓶啤酒，一天到晚几乎不运动。年轻时还行，可一旦过了30岁还这样吃喝，很多健康问题就会找上门。我了解过一些超重或有三高的人，他们完全控制不住口腹之欲，还觉得自己理所当然，觉得自己没什么大本事，活着就靠吃喝找点乐子。可一旦身体出问题，去医院等检查结果，等医生宣布病情的时候，那种滋味真不好受。其实口腹之欲是一种很低级的满足，跟很多高级的满足是冲突的，故此就会失彼。下面我来说说其中的道理。如果你收入不高，月薪不到8000元，身体超重， BMI 超过24，还管不住嘴，抵不住垃圾食品诱惑，在事业上也没做出让自己佩服的成绩，那我建议你先从控制饮食和体重入手，找到佩服自己的感觉。控制饮食其实不难，参考地中海饮食习惯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行，肯定能瘦下来。一旦身材变匀称，头脑变清醒，你会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是值得敬佩的人。这种感觉比吃垃圾食品强多了，因为这股能量带来的愉悦是持续不断的，一旦情绪要下滑，它会立刻把你拉回来。当然，如果你真有了这种感觉，精神和灵魂就会进入一个新世界，然后你会发现，这只是第一关，是个入门门槛。前面还有更多有挑战性，完成后成就感更大的关卡等着你，比如色关、情关、钱关。之前有粉丝问我怎么看待戒色，我说，如果你是皇帝或大富翁，可以研究戒色，因为你身边美女太多。可如果你是个资源匮乏的普通人，还整天研究戒色文化，那不是自己骗自己吗？其实不用多说，一个男人月收入过了3万、5万，对色相自然就有了免疫力，不是说不起女色，而是不会再为了漂亮女人去做舔狗或要死要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因为钱多了，身边异性资源变丰富了吗？没那么简单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，有很多刺激有趣的事等着他，比如做事业、收钱，只要投入精力，每天都能有实实在在的爽感。而男欢女爱带来的快感，平均每周也就10分钟、20分钟，哪个更重要他分得清，所以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女人身上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阶段，戒色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第2个原因是，他开始明白被人尊重的价值。人生中的爽感、成就感和满足感有很多种，但确实有高低之分。马斯洛需求理论早就讲明白了，食色之乐是最底层的需求，
有点基础金钱就能满足。可凡是容易满足的东西，都得适可而止，然后往上走。不然一直在底层转圈，就像玩游戏打通第一关后不进入下一关，总在新手村闲晃，很快就会没意思。你需要开拓新地图，偶尔回新手村补点能量，这样就很好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要这么拼？为什么要往上爬？为什么要探索更深处？我想说，为什么不呢？为什么不看看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种可能？为什么不试试我们能走多远，爬多高？生命是独一无二的奇迹，我可不想浪费它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